继美国中情局局长上月宣称要用冷战战术对付中国后，该机构又在策划对中国出招。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CIA 正在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此外，美国还伙同其盟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涉华问题上指手画脚，拼凑反华小圈子。那么，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何意图？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四，据彭博社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考虑一个建立所谓中国特别工作小组的建议，具体名称为中国任务中心，以进一步了解美国头号战略对手中国。报道称，该提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对该机构在华能力进行更广泛评估的一部分。此举将提升中情局内部对中国的关注。CIA 目前包括反情报、反恐和近东等多个任务中心。所谓的任务中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将会利用整合 CIA 的资源，关注一些优先事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该机构更广泛的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的一部分。据3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在情报部门中设置一个单独的中国中心，将更容易争取到涉华活动的人员、资金乃至于高层关注。CIA 这个中情局呢，它完全就是跟着拜登的对华政策的这个步骤呢来进行这样的调整的。因为拜登上台以后呢，在多个场合都公然宣称呢，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也就是说呢，美国正在倾向于呢把中国看成了冷战时候的苏联。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情局呢忠实的遵照拜登的这个指示呢，来换做了把这个中国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别呢来处理情报工作的方面的工作。虽然 CIA 是向美国总统提供独立情报评估的机构，但该机构的工作会根据每一届政府所设定的优先事项来进行调整。比如，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时期 ，CIA 建立了一个所谓朝鲜任务中心，旨在应对朝核问题。该机构当时表示，这一中心的建立将帮助其更有针对性地整合和指导 CIA 的工作。彭博社指出 ，CIA 如今针对中国的这一提议，反映了局长伯恩斯今年2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提出的优先事项。当时他妄称，中国所谓敌对性的掠夺性的领导力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As President Biden has underscored, outcompeting China will be key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decades ahead. That will require a long-term, clear-eyed, bipartisan strategy underpinned by domestic renewal and solid intelligence. 伯恩斯还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对于 CIA 而言，这意味着专注性和紧迫性的加剧，需要不断加强中国专家队伍，拓展语言技能，长期调整人员和资源配置，利用整个机构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重大威胁。现年64岁的伯恩斯，今年3月上任美国 CIA 局长以来，多次发表言论，称要对付中国。就在上个月，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还叫嚣，正在探索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一样，提前部署中国方面的专家，以提高美国在和中国竞争中的效率。从整个一个冷战的历史上来看呢，中情局呢在冷战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应当说呢，在这个使用的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呢，中国也要在这方面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美方频繁渲染所谓的中美竞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表示，中美作为2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一样，难免存在一些竞争，但用竞争来定义或主导中美关系，则是完全错误的，只会导致对抗冲突。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行封闭排华、遏制打压中国之实。除了在国内酝酿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外，美国还伙同盟友对涉华事务指手画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周四，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4方安全对话国家的高官举行了视频会议。在视频会议上，4国称要在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救灾等领域合作，还要实现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以结束新冠疫情。此外，4国在朝鲜、缅甸等问题上交换了意见，还对东海、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务院的新闻稿，这4个国家还讨论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决定除了在高官层面举行定期磋商外，还要在今年秋天举行第2次领导人峰会。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之后，4国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印方的声明更是只字没有提到台海问题。所谓的4国体制呢，正在逐渐的成型，而且呢，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关的机制。这种机制呢，显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同时呢，也是按照日本方面所提出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版的小北约的这样一种构想。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台湾和平稳定似乎已经成了一些外国政客的口头禅。今年4月，美日领导人会晤中，2国的联合声明就提到了这句话。6月，7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声明再次出现了所谓台海和平稳定之类的内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的错误言行，还企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打台湾牌。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以实际行动恪守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一封声明中表示，美日印澳4国高级官员在刚刚举行的定期磋商中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仔细浏览了一下有关本次美日印澳4国高级官员举行定期磋商的所有新闻，并且发现了几个值得我们玩味，甚至里面透露出了重大政治信号的细节。第一个是，会后美国国务院单独发了一个声明，印度政府也单独发了一个声明，但是并没有找到日本与澳大利亚官方单独发表的声明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个也就至少意味着，本次会议之后，4国并没有发表一个共同的联合声明。没有发表共同的联合声明，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第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跟印度官方发表的声明，无论是在措辞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着重大而本质性的不同。美方的声明点了中国的名，说4国高级官员讨论的重点包括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并承诺要促进民主和人权，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易受胁迫行动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方的声明中还提到了4方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而印度官方的声明，这不仅没有点中国的名，仅仅是笼统地表示4方致力于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地区。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印方的声明只是没有提到台海问题。第三，我们知道，在台海问题上，日本、澳大利亚早已跟美国穿的是同一条裤子，他们已经多次表态要干预台湾问题，甚至是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因此，美日印澳4方没有发表共同的联合声明，以及印度官方单独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也就意味着在介入台海问题上，印度仍然有顾忌，并没有完全跟美日澳保持同步。或者说，美国至今仍然没有成功说服印度，让印度心甘情愿地介入台海问题。在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中，印度仍然是那块难以补齐的短板。对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这件事情，您有作何评论呢？我们知道，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见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时候，会前双方就已经是剑拔弩张，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唇枪舌战。上个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天津的时候，双方也是在会前隔空过招，互不相让。然而，在舍曼与秦刚的这次会晤当中，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原来中美双方会晤前后浓浓的火药味已经被浓浓的人情味所取代。舍曼在会前发推说，今天我欢迎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来到华盛顿，
而美国国务院也以正式而简短的声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回报，秦刚则发推表示，谢谢舍曼在他自我隔离第1天之后就和他见面。而在此前，秦刚还曾经发推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战胜疫情，并呼吁中美两国在疫情问题上进行合作，找到解决方案。那么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至少对外透露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秦刚这次出任驻美大使，身上肩负的其实是想方设法修补与改善中美关系的使命，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媒体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所谓的跟美国对抗。或者说，秦刚这次赴美不是来战斗的，而是来和好的。反过来，美方显然也是把秦刚的赴任当成是尝试着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而这个也就意味着对抗与冲突并非必然就是中美关系的宿命，我们还是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接下来就看中美双方怎么做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